就是小队长古川，他们刚从玉家村调放回大热镇，我们打。好，大家注意隐蔽，准备战斗。来克！营长，他们进入雷区了。好。 看响，再给我狠狠打狗日的！开路！我先去路啊！ 肖队长，对面的山头上有个牌子，是不是对着沟里的古川小队？我说最近这山谷里怎么总是不太对？白金豹，都给我站住！狄大人，开始出击！是。好。 营长，他们好像有援军，进山！报告，前面2处林子里有人袭击日本军古川小队。 怪不得这枪炮声响得这么激烈，原来又是这伙流寇。查清楚他们是谁了吗？是火流星他们。真是山不转水转啊！我居然跟到这儿了。好啊，这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向肖连密传达我的命令，要将这伙流寇全力围歼，一个不剩。是。龙子。 我很欣赏你的个人魅力。红袖军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谢谢小松总指挥的夸奖。静安游击队组建至今，你提出的机动、快速、果断、勇猛的作战风格，使这支队伍屡战屡胜，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啊。我作为帝国军人，就喜欢直来直去。本来我不喜欢中国人，可是你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人。你居然能把2万多支枪、100万发子弹，无偿地献给大日本帝国，还把你的部下带到了我的部队，这说明你对我们的真诚和慷慨。我希望和你合作。大浪淘沙，胜者为王。在这个世界里，从来都是强者的天下。我看好了大日本帝国的前途，所以坦诚相见。还希望小松总指挥不吝赐教，你我精诚合作，共图大局。好。营长，你们先撤，我殿后。周毅、孙大，你们俩去前面把地雷布上，拖延他们时间。是。你们俩跟我去。
小脸臂了。小脸臂，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秃崽子带着红袖军打我们的伏击。真是冤家路窄。哎，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小脸臂既然出现了，他后面应该还有人。龙翔天。陈星，咱们的减员太严重了，今天战斗阵亡9人，重伤6人，轻伤13人，现在能战斗的只有45人，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在林子里转悠，对日本人不能造成威胁，反倒成了红袖军的追剿目标。咱们干脆把队伍拉到热河去，加入国军的正规部队，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干。国军要是抗日的话，咱东北3省也不至于被让小日本占领。北戴营的教训你别忘了，我可不想当这帮王八蛋的炮灰。无论是去哪儿，投奔谁，只要能抗日就行。我觉得也不能拖下去了，不光队伍会脱散，人心也会脱散的。珊珊，以后的战斗越来越残酷了。你一个女孩子家，自从9·18事变以后的100多天，我就没把自己当女孩子。现在我是一名抗日战士。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自从锦州被打散以后，黄显龙局长就去了北平。营长，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投奔他。黄显龙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我们抗日联队连个正规番号都没有，中央政府又不支持，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还可以去投奔个人。谁？马长风。马长风这个人可靠吗？东北沦陷以后，只有他带着部队一直在坚持抗日。听说日本人把马长风看中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集中了大量的兵力来围剿龙城。他现在的日子比咱们好不了多少，所以咱们才必须跟他拧成一股绳。钟义、耗子，下山想办法找辆车来。是。你说蒋介石这个老小子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啊？这4面都让小鬼子围了，就让老马一个人守在这孤城，让我在这死扛，这不是欺负傻小子吗？他就不怕逼良为娼？奶奶个孙子！司令，路桥一战，我军损失近1半的兵力。虽然有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和捐助，但得不到国民政府一枪一炮、一兵一卒的支援，实在难以为继。现在日寇第1师团继续调动步兵、骑兵、野炮兵等主力部队向龙城步步逼近。我军呢，又属于前后夹击、孤立无援这样一个境地，不能进行有效突围，又很难坚守下去。再这样拖下去啊，咱们危险啊！难道我不知道危险了？老子从打路桥大战那天就把脑袋系裤腰带上了。他小鬼子以为占了沈阳就可以拿下东3省，做他娘的春秋大梦。老子就是块石头，我也得硌他2个牙。报告，进来。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还有东北军阁老张景惠前来求见。知道了，出去吧。是。司令，这2个狗日的来了，我把他们轰出去。等等，这样。板垣征四郎是9·18的元凶，这个张景惠是他妈狗日的日本人的干儿子。我倒想听听这俩屎壳郎能喷出什么粪来，给我带来。是。2位是不请自到，老马很佩服你们的胆量。不过，你们要是从我这儿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是不是就白来一趟了？啊？马司令，間違えました。所言差矣。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老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马司令快言快语，明察秋毫，不会连龙城现在的局面都看不清楚吧？现在也是前有强敌紧逼，后无险要扼守，内缺兵源武器，外无援兵救急。请问你拿什么固守龙城？
又有什么理由去跟我们谈判？没有哪个必死的病人会拒绝救命的良药。马司令，难道你不想尝尝我这副良药吗？有备而来啊！说话一套一套的。那我也告诉你，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知道啥意思吗？就是老子不怕死，甭拿死吓唬我。老马闯荡半生，东山擒虎，西山打狼，像你们这种山猫子，老子见多了。你板垣征四郎不就是搞了个918，在自己的肩章上加了颗星吗？光荣吗？我告诉你，今儿遇到老马了，你就算白来了。留着你的良药去治治你们日本人的妄想症。中国人不信什么狗屁良药，这儿的人宁可站着死，绝不会跪着生。老马，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个暴躁脾气啊？你为什么不听板垣先生把话说完呢？老马，板垣先生这次可是带着一片诚意来找你的。只要你能跟关东军合作，你的部队可以保留啊，日军还会提供你武器和给养，你的防区也可以扩大呀，老马。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跟东北各界接触和协商，想要成立一个咱们东北人自己的国家。板垣先生邀请你出任这个国家的政府要员，你何必自视清高，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呢？老马，张景惠，你个数典忘祖的败类，王八犊子，瘪犊子！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跟我说话？你比他还可恨，你知道吗？过世的大帅和现在的少帅对你都不薄呢，你呢？见利忘义，跟着日本人晃尾巴！你个王八蛋，赶紧滚蛋！带你的日本主子，要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滚！马长风，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走好！王八蛋！营长，这老乡们知道我们是打鬼子的火流星，特意送来了药材跟粮食，这都是他们临时先凑上来的。现在给他们拿回去。我们就是再苦，也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去打日本鬼子。我们早就听说有火流星是日本鬼子的克星，今天总算看到了，我们有盼头了。乡亲们让我带句话，把这些伤员放到俺们村上，你们就放心吧，有我们在，不会让他们受一点委屈的。这些你们收下吧，啊，收下吧。营长，定目标。2辆日本人的军车，头1辆是货车，第2辆是押运车，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哎，你们这边有水吗？那边。啊。
军车上装的全是军火。好，就当是送给马长风的见面礼。司令，护城部队的武器弹药已经不多了，补给严重不足。再这样下去的话，鬼子攻城，咱们很难坚守下去啊。这样，你带几个兄弟出城，摸清日本军阀的位置。司令，我明白。别着急，撤到山前必有路。去吧。是。一会儿到了日本人的关卡，咱们是硬补吗？咱们是给他们送货的，他们不欢迎咱们。可是我们几个都不会日语啊。一会儿见机行事，我一动，大家一起动。好。下车。君たち、検察士は？先に食べなさい。食べ終わったら車に取りに行きなさい。どうかな。町までどのくらいありますか？後ろの道は街中に直通する。この道路をしっかり守ればマーチャンフォンは逃げられません。お嬢さん、降りてもいいですよ。彼女は誰？あ？彼女は注目純です。タバコタバコいいねいいねいっぱい飲もう飲んでくれよ飲んでくれよしよしよし飲んでくれ过了这道封锁，前面就到马长风的驻地了。搬开！搬开！营长，马长风被围了那么长时间，这2车军火要是送到他的手里边，对他来说，那是雪中送炭。快到了。对面的兄弟，不要开枪！
们车上拉的都是军火。我们是龙城马长风司令的侦察兵。你们是什么人？怎么开着日本人的车，穿着日本人的军服？你们龙城都被日本人包围了，没有这身皮，怎么通过日本人的关卡？你们可看好了，我们可都是中国人。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抗日火流星分队，现在刚刚缴获了2车军火，是送给马司令做见面礼的。你说你是火流星？对，火流星是我们的番号。我们当年在鲁南一带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惩奸除恶，后来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被迫去到沈阳，投奔了黄显龙。9·18事变以后，我们在黄显龙的领导下，重新打起了火流星的大旗，在沈阳一带坚持抗战。如今，我们受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的围追堵截，实在难以为继。马司令，希望你能留下我们，继续抗击日寇，为祖国、为民族而战。黄显龙是好样的，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9·18事变当中，率领公安部队打响抗日的第一枪，老马佩服他。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要是黄显龙的部下，我想肯定错不了。你刚才说，你们伸张正义、铲奸除恶，那是老马当年干的营生。我看见你小子，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好，留下吧。既然来投奔我，就是看得起我老马，咱们一块儿打鬼子。谢谢马司令。哎，你小子可不能穿着这身黄皮给我行军礼，把帽子给我摘了。司令好。司令，我刚刚带人验过了，他们带来2卡车军火，都是我们急需的枪械弹药，可是解决大问题了。好，好，好。哎，这个兄弟你叫霍晨星。霍晨星。好啊，兄弟，你这是雪中送炭啊！是啊，金牙，哎，吩咐伙房，给这帮兄弟炖2大锅猪肉炖粉条子，犒劳犒劳。哎，另外，把我那2瓶榆树大须拿出来整肉。好嘞，去吧。喂，是我。接过来吧。怎么又是你啊？啊！我不是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吗？还有什么要说的？老马，你的态度我很清楚，可是我的态度你并不清楚。现在我就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希望你能拿出点耐心来。我有耐心，想说什么就说。现在的局势，我不再多说了。你们困守一座孤城，突围是不可能的，长期维持下来也不现实。如果你不按照我给你指的台阶走下来，你会死得很惨。我说，你能不能去告诉那些日本人，让他们换个花样啊？你的嘴还这么硬啊，老马！你听着，今天是日本人给你下的最后一次通牒。如果明天这个时候你还在顽抗，将会有30架大日本空军的飞机出现在龙城的上空。那么龙城就会在地图上消失的。当兵的不怕死，难道你想让龙城的几十万老百姓给你们陪葬是不是？告诉百元，他个王八犊子，他敢威胁老子啊！老马，骂街有什么用啊？南京政府根本没人顾及你的困境。你给南京发了紧急电报，我们也都看见了。南京政府有人理你吗？你这样舍生忘死的有什么作用啊，老马？我给你提过的条件，你可以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英雄，导致龙城的百姓生灵涂炭。到了那个时候，你马长风可真的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哎，老马，老马！衣服还挺新的。
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团长，这位是林团长，这位是新来的霍晨星，司令新任命的军需官。两位好。他呀，刚刚给我们送来2车日本人的军火。行啊，有了军火，咱又可以和日本人再干上一阵子。是啊。开会时间到了，走吧。好，走。李二愣子，你小子18岁就跟着我了，那个时候我还是边防骑兵师的师长。小林子，你跟我那年是民国14年，我正在新民刘河口打锅鬼子。我看你小子是个人才，就让你当了我的作战参谋。坐。王景阳，老兄弟了。你跟我的时候，我投靠吴俊生当营长，算来10几年了。你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你们说句心里话，老马这些年打锅鬼子、搅胡子，今天打小日本，我当过孬种没有？没有。今天老马遇到难题了，想让兄弟们帮我拿个主意。司令有什么难题，我们大家帮你一起扛。司令有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司令你说吧，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好，那我就说一说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的最后通牒。如果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不投降，日本的30架飞机就要把龙城夷为平地。咱们军人上战场，早就把这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小鬼子飞机啊，吓不到咱们，跟这狗日的拼了！我们死战不降。陈星兄弟，你也说说。接受板垣的条件。投降！你小子憋了半天，放出这么个屁来！我看你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吧？你想当汉奸没人来，马上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霍晨星，你才刚投奔过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好了，坐下。死刑犯你还能让他喊2句呢，你们就不能有点耐心，让陈星兄弟把话说完吗？陈星兄弟，你说。诸位坚持10多天了，10多天，身边的弟兄们流了多少血，阵亡了多少个战士，你们心里比我清楚。战死沙场是军人的荣誉，这没什么。可是你们想过没有？龙城的几10万老百姓，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吃不喝，忍饥挨饿。把最后一口粮食、最后一床棉被送到军队，他们为了什么？他们希望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你们真的忍心吗？让他们陪着我们一起死？现在的形势，大家比我应该都清楚。东3省沦陷了，各地的武装抵抗力量被他们逐一的剿灭。我带着几百个弟兄，打到现在。还剩10几个人，死对我来说是种解脱，这没什么。因为走投无路，我来投奔了马司令。因为龙城是我看到的希望。大家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认为应该保存实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日本人长期斗争下去。我说完了。大家都听见了吧？我跟你们说实话，霍晨星兄弟说的话，就是我想的。
大家伙儿这种决战的决心我理解，我们是军人，但是百姓呢？我们替他们想想。当年大将军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来一次诈降？现在应聘死了是好汉吗？有一天，咱们机会成熟了，揭竿而起，再反他娘的，那才是真英雄。司令说的有道理啊，陈兴兄弟，你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各位，我今天必须说的是，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研究的这个问题是绝密，出了这个大门，都给我闭嘴，亲爹热娘什么人都不许说，通知部队这几天不许外出，不许饮酒，处于1级戒备状态。听我的命令，统一行动，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听见了。女士们、先生们，第5旅的官兵们，今天我和马长风司令站在这里，感受到一种友善的亲情。我们联手，将创造中日友好最先凭证。马司令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马上将军，做过骑兵师师长、龙城市长警备司令，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为龙城百姓的安危着想，与日本关东军携手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共存的伟大事业，是我们第5旅官兵之幸，是龙城百姓之福。我代表关东军司令总部宣布，从现在起，原国军第5旅的番号从此改为奉天省警备局第5旅，由马长风任旅长，即任龙城市市长。警备司令和指挥权限不变，原部队建制和隶属关系不变，原驻防地区及警备任务不变。司令，顧問官殿、熊本太郎報告に参りました。少佐林将軍やできました。君たちはすぐに行け。マーチャン風の司令部に配任だ。熊本、君がマーチャン風の通訳を務めろ。林将校、私は君がずっと軍下の役割を務めてい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る。大きな利益になる。私は君を派遣する。引き続きマーチャン風部隊の後方勤務の軍事物資を仕入れろ。厳しく監視しろ。はい、はい。霍振兴，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了？你说好带我们来抗日的，为什么要做汉奸？你就别闹了，回去吧。你要做汉奸，你自己做，为什么要拉着我们？珊珊，我不想听你解释。你保家卫国的信念到哪儿去了？你真的认为日本人可以征服中国吗？我死也不会
和你同流合污的。我现在去找马司令，我不相信他。我们他妈的是军人，拿谁的军饷就替谁做事。滚！珊珊，营长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打算。我跟了营长这么多年，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从来没有向强权服过软。珊珊，你就放心吧，咱们不会当汉奸的。你都没看清楚，刚才营长这么做也是给日本人看的。虽然我跟他时间短，但是我非常信服他。说好了来带我们打日本人，自己先做了汉奸，他还有脸打我？他是不该打你，可你闹个没完没了。营长这不也是让你逼得没办法吗？好，既然你们都帮他说话，我倒要看看霍晨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说，为什么要做汉奸？为了赶走侵略者，我房间里有窃听器。我有个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什么任务？进来。司令，你好。你是？我叫顾珊珊，是霍晨星的部下。听说司令需要一个秘书，所以特来毛遂自荐。倒是挺干练，有个兵样。不过老马的脾气不太好，我爱骂人。你要给我当秘书的话，就得挨骂。司令一看就是个爽快人，又讲道理，跟着您干，保证您满意。到时候，就是您想骂我，都找不到由头。这嘴还挺厉害。给我当秘书有什么本事？我会打枪、骑马，还有我会说话。我也会说话，那不是哑巴都会说话，这也算本事啊！啊，司令，我说的不光是中国话，还有英文、法文。哦，你说这算不算本事呢？会说这么多国家的话呀？啊，那算本事。你是女状元啊，这个女秘书啊，我收了。是。司令，你找我？兄弟，我问你，你是不是我的顾问加翻译啊？是。是。那你为什么整天跟黑瞎子炖树洞一样，躲在办公室里就不出来了？黑瞎子有事还得我来找你，这不是小二管大王吗？大王，什么意思？你看看，这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了，怎么当翻译？兄美先生，司令的意思是，你像黑熊冬眠一样躲在办公室不愿意出来，还要司令亲自来找你，这就是以下犯上，司令很不高兴啊。哦，司令，我一定改正。不用改了，你呀水平比他差远了。我看你以后就做顾问吧，翻译让珊珊给我做就行了。顾珊珊小姐，你过去都做过什么？为什么来到军队？我原先是直属总参谋的记者，认识司令以后觉得很投缘，所以就一直在司令身边做一些文书工作。我是个大老粗，就会打仗，字儿也不识几个。我看呐，珊珊给我当秘书挺好，你就甭问了。顾小姐，你知道当秘书的该做些什么吗？秘书是为长官服务的，包括揭发文件、接听电话、传达指令、安排行程、管理文档，按照长官的要求安排好日常行程、日常生活，还有随时和顾问先生您保持联系和沟通。好，你是个合格的秘书。我尊重司令的选择，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林少军，进来。司令，我问你，我要的50匹战马怎么还没到？现在军费严重不足，军中需要添置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订购的马匹最多只能进了20匹，但是还要再等个5、6天才能运到。你少给我扯这个蛋！
班员都说好了，军需物资都要优先供应，怎么到节骨眼上就稀松了？你是日本人派来的军需官，少东西我就问你要，明天不是到吗？一撇不许给我少。马司令，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你知道我是谁派来的最好，有本事跟日本人闹去。我还真不尿你这套。你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谁叫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你是不是活够了？老子现在就成全你。司令席，军需官有困难，我会立即帮他想办法。您放心，我会尽快把你的军马全部运到。你先回去吧。站好了！王八犊子，别犊子，记住了！当了日本人的狗还分出个大小出来，做梦去吧！我根本就没把你当棵葱。林桑，表面上还是要尊重的，不要因小失大。你给我注意马长风身边的那个秘书，至于军马的事，我会立即想办法。嘿，洪孝军这个王八犊子，瘪犊子，他以为他什么人啊？啊，在我面前吆五喝六，你看我将来怎么收拾他？司令，您别生气，林孝俊就是日本人身边的一条狗，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珊珊，你帮我起草一个文件。是。报告。进来。霍处长，文件。走。林兄，什么指示？这个小娘们来干什么？送来份文件，马司令的手谕。马长风这个老东西，还跟我摆司令的臭架子。他以为他是谁呀？想从日本人口袋里偷东西，手伸的也太长了吧？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他们再来报物资清单，一律砍掉1/3，以后再往上报。好，我非得治治他这个臭毛病。哼。今晚处理。晚上酒了还喝呀？别喝了，老子心里不痛快。滚！走就走，不理你了。嗯，有什么了不起？是卖国卖的比我多，还是汉奸比我做的大？我林孝俊在日本都有面子，凭什么受你的气？姓马的，你给我等着！老子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こいつのじゃあどこが特殊なのか。こいつは T 変異菌の感染者なんだ。ワクチン実験が成功する前に T 菌を用いた緊急な貿易と治療にとても有効的だ。わかるか？それならワクチンを量産する前は奴らの血清が最も安い貿易製品になるな。中佐の話は正確だ。感染後回復する人間はとても体が強いんだ。そうか。山田さんのお嬢さんはまだこの仕事をやってるんだ。彼女は仕事に対してとても一生懸命。彼女ならすぐに成果が出るだろう。そうか。陈星啊，你有没有听说凌孝军自杀的消息啊？这事我听说了，怎么回事啊？站着这么个肥差，怎么说自杀就自杀了？就是因为这个肥差把他给害死了。凌孝军贪污倒卖军用物资，罪证确凿。不过他自杀呀，也是明智之举，不然的话，小鬼子也会找他算账的。哎，不过他死了也好，死出个空来呀。什么好事啊？那个地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脚的？这失不失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什么意思？恭喜你荣升军需处长了。别开玩笑了，这可是马司令亲口告诉我的。哎，来，这是军用物资清单，急等用的啊。你快备齐啊！这真事儿啊？行了啊，哎，行，你跟马司令说，我一定在规定时间内把这事办好。那我走了。好。ユミ。はい。こっちだ。紹介しよう。こちらは木村中佐だ。彼も生物学の専門家だ。木村中佐、こんにちは。君の仕事については最後から聞いたよ。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研究だ。成功を祈るよ。ありがとう。私頑張って努力してみます。すいません、これで今日は失礼します。引っ越ししたばかりなので荷物を片付けに戻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最後、2日後、板垣大佐がロンチョンへ軍務処理に行くのに君を指名してきた。投降してきたマーチャンフォン部隊の処理を任せるとな。はい。司令，您看，他们背着我调动我的部队，这帮王八蛋！解释一下咋回事？司令，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直接下的命令，我只是转发，当时太着急，没有向你汇报，都是我的错，请您息怒。别跟我扯这些蛋！调动我一个团的兵力，不跟我打招呼啊？你把我当什么了？寺庙里的尼台还是祠堂里的牌位？关东军的命令也应该直接到我这儿，怎么会到你这儿？司令确实说的对，是我越权行事，今后一定注意。不过这次调防加强了对龙城外围的控制，司令的管辖权实际上在扩大，这说明关东军司令部对你是信任的。司令不要因为我的过失对和关东军的合作产生误解。はい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马司令，我这里要迎接2位重要的客人，等一下我去你的办公室，当面向你检讨我的错误，请先回去吧。什么重要客人？你先给我解释清楚。奶奶个孙子！
机关枪30挺，迫击炮20门，野战山炮5门，子弹10万发，急救包2000个。最近マーチャンフはどんな様子だ？表面上はまだ静かなものです。本日司令部は彼を通さず、彼の名義で1団体の兵力を移動させました。私と言い争いにはなりましたが、相手は黙認しました。今回の移動は様子見だ。いかなる人間も大日本帝国に頼ってくる。全て無条件で服従するんだ。2日後、私は彼を連れてロンちゃんを離れて新人に向かう。彼が離れれば君はすぐに部隊を編成しろ。彼の軍隊を厳しく監視するんだ。ご安心ください。数日のうちにマジャンフェンを落ち着かせてみせます。先ほど事務室から出て行ったあの女性がグーシャンシャン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そうです。彼女はマジャンフェンの部隊に編成されており、現在はマジャンフェンに気に入られ将を担当。私はグーシャンシャン以上の上の階級の軍艦の名称を見てみたいです。日军舰物资已经到货了，马上进点入库，要快。好。霍处长，你的文件。チェンシン、まさか彼が一変してマーチャンフォンの軍所長になったとは。本当にさまざまな顔を持っているな。軍事は重要な部門だ。こんなに危険な人物をあそこに置いておくことはできない。熊本、君はすぐにあいつを捕まえなければならん。霍天信はマーチャンフェンに可愛がられております。もし彼に手を出せばマーチャンフェンが黙って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マーチャンフェンが離れる前に彼を叩くのは策で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彼らを厳しく監視し、マーチャンフェンが去った後、私がすぐに彼を始末します。最後、君は引き続き彼への監視を続けてくれ。わかりました。私にあの憎いやつをやらせてください。好的，好的，一定照办。霍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乡先生，我跟他是老熟人。我们的缘分真不见啊，在龙间我们又见面了。西乡少佐是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督察官，这次到龙城，重点督察马占分部的军备情况，希望你积极配合他的工作。熊本中佐放心，我一定会配合好西乡少佐的，我们很熟了。好，那里面聊。请坐。喝杯茶还是咖啡？霍建新，你虽然穿着满洲国的军装，可你心里想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看清楚了，这里是龙井，不是饭店。马占峰也不是黄先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是拿枪吃饭的军人，谁给我军饷，我就替谁卖命。现在我都投奔马长风了，我是日本人的朋友，以后还得请你多关照。我会关照你的。我看到那个格山上也跟你进了军，你们相处的还好吗？哦，挺好的。那丫头脾气大，我把她当妹妹了。妹妹，很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优美也跟我来到了龙井，你就不想见见她吗？想，想，你最好不要想。
霍局长，请留步。有事吗？你们这么多人，要去干什么呀？哈，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很长时间都没在一块聚了。走，一块去吧。吃饭改天吧，我们先谈点正事。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的武器装备清单，最近没有什么大型的军事活动。你们为什么进了这么多中型的武器啊？第5旅和关东军对峙不是1天2天了，这事你知道。武器弹药和必要的装备损耗都很大，我们只是补充很小的一部分。怎么了？有问题吗？可是你们并没有提前向关东军司令部报批，这不合规矩。我要先把这批装备运到我们关东军司令部去，等你们的先批手续报下来，我再还给你们。西乡先生，我是军需处长。再说了，你要调动这批军火，也得马司令同意才行吧？这个我来办，不用你操心。我只是敦敬你们一声，军火物资正在调运当中，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再见。营长，这个王八蛋又来捣乱，干脆像凌小军一样，我去杀了他。这事我不是没想过，但是他跟林小军不一样，杀死一个在我们这的日本军官，会给马司令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走，吃饭去。报告，熊本顾问，这是司令部发来的急电，关于马长风的行程安排，请转交板垣大佐。请进。熊本先生，顾小姐，真是稀客，找我有事吗？熊本先生，我这个马长风身边的秘书，还有个重要的职责，就是随时和您保持联系和沟通。今天我就是来履行这个职责的，怎么，不欢迎吗？哦，欢迎欢迎，求之不得呀。顾小姐今天一定给我带来重要的消息。那要看顾问先生您想知道什么了。哦，我想知道马长风经常和谁在一起？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还真有一个。是谁？什么？顾小姐，你在耍弄我？开玩笑啦。说跟他在一起的人有参谋长，他的副团长、团长、警卫兵、卫生兵，餐馆的老板娘。什么乱七八糟的？顾小姐，这就是你给我带来的信息吗？顾小姐，我今天还有重要的事要做，你看。哦，那好吧，那我改天再来回吧，先告辞了。
江少佐，进来。有事吗？葛小姐，先把文件我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哦，这是司令修改的军人条例，让我发给各部征求意见。西江先生，你也提提意见吧。很好，条例规定的很清楚，我没什么意见。那我先出去了。司令，司令好雅兴，这么好的酒菜，想和谁一起享用啊？反正不是跟你。我在这儿设宴招待我奉天来的朋友，尽下地主之谊，有问题吗？啊？哪里？我只是随便问问。今天一天没看到司令，有些事想向您汇报一下。反正客人还没到，你看方便吗？我看不方便。熊本先生，咱工作的问题放在办公室去谈啊！在这儿搞工作，我的朋友来撞上了，多不礼貌啊！你先回去吧。不行，有重要的事想向你汇报一下。那你说吧。王桑，军留部。谁呀？我这儿有人呢。司令，您在这儿啊？总部来份急电，需要您立即处理。您看，行了，拿来吧。司令，您忘了保密条例，这么重要的文件，我怎么会带在身上呢？你还是回司令部处理吧。真是扫兴！你看，我连顿饭都吃不好，你来了，他又来了。金阳，这顿饭你就吃了吧。是，司令。熊本，刚才你不是也想吃吗？吃吧。司令，就这儿了。陈姓兄弟，刚才可是太悬了，
我是生怕你闯进来啊。熊本那个家伙感觉是闻着味儿来的，你说这要是撞上了该多麻烦。司令，日本人决定后天把你送回长春，我认为他们是要夺你的兵权。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龙城。我知道，这日本的招数我已经领教了，不经过我的允许调动我的部队，拿走我的军需物资。你说下一回肯定是要对我下手了。咱当初是为了保存实力才扎下，但不能任由日本人败